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从不相信大多数人都相信的东西，所以我当年才可以在22岁的时候透过投机达到财富自由。这世界最没有保障的话，就是告诉你一个40年后的结果，因为40年后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啊。全世界97%的人都相信的理财方法就是复利，因为这世界上有一个叫做爱因斯坦的人，他曾经说过，复利是世界的第8大奇迹。而全世界最牛的股神巴菲特也说自己是慢慢变富的，所以这2句话就成为了某些有心人经常引用的名言，一直给97%的人传递了一种理财观念，就是利用复利拿现在去换未来。然后很多的业务员每天听，他们也相信这是真的了，之后就会告诉你，你现在开始存钱，然后每天产生的利息，然后再放到你的本金里面去，每个月都在变多，然后每年都在变多，之后就会不断的利滚利。起初刚开始投几万块美金，等到你60岁的时候，就可以变成几百万美金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股神巴菲特一样，成为一个富裕的老人了。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美好？先不说这些传到3、4手的信息我怎么看，我只说那个结果。你让我60岁才有机会开保时捷，有意思吗？然后现在去换未来这句话我非常认同，但拿现在的钱去换未来的钱，我就不敢苟同了。眼光是要长远没错，所以我才会拿现在的钱去换现在的钱，因为没有现在的钱就更不会有未来的钱。最重要的是，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劝他的朋友戒烟，他告诉他的朋友，你每天抽1包烟，如果你戒烟之后，你20年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透过利滚利去买保时捷了。他的朋友就很平淡的反问他，你抽烟吗？他很自豪的说，我从来没抽过1根烟。那他的朋友就说，你的保时捷呢？对吧？那今天这部影片你之所以要看到最后，就是我会直接告诉你我理解的复利应该怎么玩才赚钱。那么一些一直找我代理理财产品的机构也不需要再给我发邮件了，因为我就是想绕开你们去讲话。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频道是专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再错过这些资讯，你一定要跟我连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我们的偶像巴菲特，他自己是不是靠复利致富的？其实股神巴菲特啊，在他32岁的时候就已经靠投资拥有超过100万美金了，还是几十年前的100万美金啊。那么他也跟大部分的人一样打工，然后靠着复利发财的吗？当时一般的人年薪也就3000块美金，他怎么利滚到100万啊？不科学对吗？因为巴菲特26岁的时候，他已经懂得融资了，他跟他的亲友融了10万块美金，让他去操盘。也就是说，他6年把融回来的钱翻了10倍。这里面就牵扯到2个点：第一，人家老头的投资回报率确实是牛啊；第二，他虽然告诫我们不要去借钱投资，他也可能没有借钱投资，但他从头到尾都是用别人的钱去投资的，他一直在玩杠杆，只不过他的杠杆风险和成本都非常的低，甚至是负数。负的借贷成本的意思呢，就是他用你的钱去投资，你还要额外的付钱给他。他的基金公司先别管他投资是赚还是亏，你得先付管理费，然后赚了他还可以在利润里面分提成。还有就是他旗下有多家的保险公司，上一部影片也提到，他自己也承认了，保险公司融到的钱呢比免费的钱更棒。而且他的公司在2002年就发行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付票息的证券。换句话说，他真实在玩的是杠杆，而不是复利啊。大家都知道，贝索斯是靠亚马逊致富的，扎克伯格是靠 Facebook 致富的，全世界的富豪都是靠企业致富的。然后为什么只有巴菲特是靠投资致富呢？很多人以为自己买了股票就跟巴菲特一样，然后就高人一等的去笑那些不懂买股票的人。我笑了，散户买股票就叫做买股票，而人家老头买股票那叫做收购啊，就是他完全拿到了人家整个企业的控制权。比如说他的保险公司，也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他的前身是一家纺织公司。巴菲特买入以后，本来是想抽一口烟蒂股，之后就走人的，没想到这家公司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亏损，他误打误撞就成为了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那他不懂纺织嘛，所以他后来就用这家公司去收购了另外一家保险的公司，然后直接把伯克希尔变成一家保险公司，由他的手下去管理重组业务。此时此刻，伯克希尔的股价已经涨了无数倍，也成为了全球最伟大的金融公司之一。
然后巴菲特持有了这家公司大量的股份，他能不富吗？他更像是一个企业家在玩弄资本，而他所有的操作都建基于他有一个无法撼动的基础，就是他的本金。所以为什么《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告诉我们，先成为企业家，再过渡成为投资家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已经拥有了无法撼动的基础，也就是像巴菲特一样拥有一家企业，为我们自动化的带来现金流和被动收入。这样的情况下去投资，首先你的本金足够大。我今天拿几百万美金去投资，我的回报率和时间根本不需要很多，而你去打工，然后抽一部分的钱出来，假设你的回报率和时间都比我多，那你可能一辈子也赚不了我1年的收入。第二，就是我们可以做你不能做的投资，比如说你只能买股票和基金，我可以买房地产，对吧？我可以收购一些小型的公司，对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投资没有压力啊，亏了我们公司还会流进新的血，也就是现金流。而你打工亏了，你将一无所有。很多人跳楼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其实我前几年想尽我的责任去拉近贫富的差距，但我发现我还是太天真了。资本市场就是穷人只能加入富人，富人却很难成为穷人的。这方面我研究的还真的挺深的。如果你想要跟着我透过创业去逆天改命，你可以去影片描述上去报名我最新的免费指导课。我决定在里面完全免费的公开我3个商业机密，你绝对无法在外面公开听到的。我只渡有缘人，这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免费的门槛就是不能重播，还有人数的限制啊。那很多人就会说，巴菲特在60岁之前也没有什么钱，他99%的资产也是从他60岁之后才赚的。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巴菲特52岁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3.7个亿的美金啊，其实他前期就已经很有钱了，他现在只是利用复利再去放大他的资产。其实你想一下就知道了，复利这条公式里面有3大要素：一，本金，就是你投入的钱嘛；二，利率，你可以理解为回报率；三，就是时间啊。这里面哪一个最重要呢？还是本金嘛，因为利率和时间就是为了把本金滚大，再拿去再滚大而已嘛。但其实这里面的风险是非常大的。首先，你每一次都是连本带利的 all in 投进去的。我不知道你们的数学老师有没有教你一个最简单的理论，你今年赚了100%，1万就变成2万，对吧？然后第2年你只要亏50%，你的2万就会变回1万了。换句话讲，你今天亏掉50%，你明天就要赚100%，你才可以把亏掉的追回来。那么我想要问你，在股票或者基金的市场，亏50%容易呢，还是你选对一只能赚1倍的投资标的容易呢？不要说1倍了，你在如今的世道，你能找到一只可以赚5%的股票已经很厉害了，而你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可以让你亏50%的股票啊，这个就是真实的情况。因为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受大盘影响的。很多人说 Tesla 的股票之所以大跌，就是因为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行动，其实都是借口啊。你去看看 Tesla 的股价走势图，然后你再去看看大盘的股价走势图，两者对比一下，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呢？然后你再去看看 Facebook 的股价，再去看看亚马逊的股价，是不是都是大跌的？这些龙头股都是跟着大盘而下跌的。然后你去买基金，你去看看那些基金大部分持有的就是这些龙头股，而每一段时间大盘都会出现这样的大调整。如果你买股票基金，你大多数的情况都只是能看涨，那你怎么投呢？巴菲特之所以很厉害，就是他拿着一大笔的钱去投资，他不但可以做到每一年20%的年回报率，他下一年还可以 all in 去玩。我自己是投机，回报率比他高，也很快的赚到钱，是因为我只敢拿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加杠杆去玩，所以我跟他的玩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是赚到钱就跑，而他是长期以来都能够做到赚不多但稳定的赚。我除了投资房地产占据了我很大一部分的资金以外，我基本上其他都是投机的。因为长期以来房产无论是升值还是租金的收入都比任何的投资回报率还要多啊。我认为房地产是我唯一可以玩复利的。那么很多人也不信，每年都有人说房价要崩盘了，然后看着自己越来越买不起房，就反过来骂我。那我也无所谓，对吧？反正我还是把我研究的东西免费分享到其他的影片。所以如果你能够听懂，我虽然是在投机，但我却比拿本金加利息 all in 去投资更稳。因为在股票投资回报率上，我们只能算净值，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今天去背英文的单词，你今天背了10个，明天再背10个，后天再背10个，按照那些理财专家的标准，就是你这30个单词都能够记得住，对吧？一点都不会漏，绝对不会遗忘。但这是不可能的啊，对吧？什么是现实的标准？就是你到第4天背的时候，前面的3天背了30个，你估计都已经忘了1/3了，你顶多只能记20个，那净值就是20个开始起的。而且这个数啊，是你背的越多，忘的就越多的。所以在这个有庄家的股票市场，为什么大部分人玩股票都是亏钱的？你去赌场玩过 show hand 就知道了。你筹码不够人家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或者你就是别人的韭菜。那房地产市场就没有庄家了，应该这么说吧，政府是最大的庄家，但唯一不同的是，大部分地方的庄家是希望散户赚钱的。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你们自己去品一下。所以就算华尔街大部分的操盘手，他们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不可能一直涨的，一定是有亏损的。而一旦有亏损，亏损也是有复利的。你每次都把利润和本金累加进去，你稍微亏一点点，那就会损失很多啊。巴菲特他的本金比你多吧，他每年的回报率比你高吧，但他在这几十年的投资当中是不能出现任何一次重大亏损的。一旦出现一次重大的亏损，他之前所有的利润都将会损失很大一部分。所以你要玩福利的第一件事就是记住巴菲特的一句话：第一，永远不要亏损；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巴菲特他其实在2020年因为疫情购买了航空股，也亏掉了几百亿啊。他可以亏，但你呢？你能玩得起连本带利的投资吗？你有可以为你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吗？2022年都快过了一半了，如果你还是拿命去换钱，你一定要跟我连接啊，一定要走进我免费指导课啊。好了，所以为什么会说复利的威力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很简单啊，数学老师不就教了我们复利的公式吗？平时的话，你今天用10万投了一只股票，赚了10%，也就是1万。假设你每一年都能赚1万，然后你每一年只投10万，你第7年后你就赚了7万，对吧？但如果你懂得复利，你连本带利的都投进去，就是你第1年投10万赚了1万嘛，那你下一年就投11万，然后你下一年赚到了1万1嘛，然后你再下一年就投12万1，每一年都连本带利的投，如此类推，你第7年的时候就差不多赚了1倍，投10万收回来的钱差不多20万就回本了。所以数学老师就会把一个结论深深的植入到你的脑子里，就是单利的话你只能赚7万，复利的话你可以赚10万，然后就会告诉你复利就是时间越长利滚利就会赚的越多。你今天投1万美金，复利的话40年后你就可以有45万美金了。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每一年都从你的薪水里面再抽1万出来去搞复利，那这真的比原子弹还厉害啊。其实这种投资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很完美的数学模型之上。但既然这种东西呢，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为什么在大街上大部分的人还是坐公交而不是开跑车呢？刚才也说了，稳定的回报率是一点，然后就是巴菲特所说的慢慢的变富，也就是时间的概念。那首先最重要的，也就是你得先学习他们的寿命和健康啊，没有时间谈何复利，对吧？如果巴菲特在他60岁前离开世界，那他就赚不到他99%的财富呢，那这世界又有谁会认识他呢？而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啊，可能你们会非常恨我们做企业的、做老板的。如果你打工的话，你差不多到30岁左右吧，你的职位如果就是一个中层，你是很难再往上升的，因为你之前所有的累积到30岁就止步了，除非你是天降的奇才，除非你有什么命运的眷顾，否则你很难再往上走了。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情况，通常在这里你的职位就已经定了，主管就是主管，经理就是经理，因为再往上面的职位越来越少嘛。那你的职位定了，是不是你的薪水也就差不多定呢？你说不是啊，公司还是每年去给你加薪啊。对啊，账面上薪水是会涨的，以前雇一个大学生1000块美金，现在可能要2000块美金了，对吧？但是为什么会涨呢？是因为现在的大学生更值钱了吗？是因为他们的质量变了吗？各位，你的薪水账目上是涨了，变多了，其实没有，它还是固定的。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了。所以上一部影片已经说了，一份理财险它绑定你几十年，你之后拿出来的时候呢，能确定不会输给通胀吗？如果不绑定就还好一点，但记着，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本金，你还是会输给时间。
因为无论是你的薪水，还是你投资什么理财险、年金险，它都是会跟着国家的货币供应不断的变多，而不断的增加的。看似是涨了，但实际上你能买到的东西呢，就只是跟以前一样。这一点你去问菜市场的人就知道了。所以很多的国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搞个什么最低的薪水啊，希望就是可以满足大部分人的需求。你看我给你涨了薪水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是，物价也涨了。表面上我增加了福利，表面上我对你特别好，其实都没有变。所以真心的告诉各位，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本金还没有多少的时候，然后你也无法掌控利率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考虑什么复利，对你来说不重要。我一直告诉大家，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拼命的去想开源，而大多数的人呢，却拼命的去节流。这个就是自我安慰，就是你找了一点事去做，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未来，但结果就是他们成为了97%的人。10年后的资本家，一个通胀一个通缩，就可以把他们省回来的钱收进口袋，这个叫做剪羊毛。所以巴菲特可以玩复利，因为他是用别人的钱配合杠杆去玩的。而我自己投资房地产也是在走他这条路，但我们不会想着现在每年拿1万块美金，然后绑定60年后才可以换100万美金。我们的目的是在原有的本金基础上去倍大我们的资产，而不是说以小博大。大家能看见里面的区别吗？以下是我真心话，经历过的其他老板应该会有共鸣。就是说，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没有本金的时候，与其花时间精力想要去以小博大，为什么不去想办法提升自己，投资自己呢？因为你自己才是可控的，你才是最大的投资标的。你知道一个优秀的人才多值钱多难找吗？都是要靠抢的啊！我去请教我投行的老大兄弟，他们投资一些优秀的创业团队，都是要登门拜访的，求着去把钱给他的，根本不需要这人去拉投资的。因为投行太缺好的项目了，那缺好的项目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一个具备把这个项目做成的能力，所以人才是最关键的。希望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一个漂亮的衣服能够增加你求职的机会，你就要毫不犹豫的去买它。如果一次的酒会，一个饭局能够增加你晋升的机会，你一定要去。你的人生前进是很远大的。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什么存钱什么节流，一个人怕自己赚不到，所以才会去省。而这时候我会给一些人指条路，就是当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跟你差不多的时候，你就要去做一些其他人不会做，大财团也不会做的东西。你去拿每年投资什么理财产品的钱赚你创业启用资金，然后加上你这个人去做一些边边角角大资本不会跟你抢的项目。我给大家一个思路，你自己去变通啊。你可以给个首付去买一辆奔驰，不是为了炫耀，你就给外企的管理层或者是某个大老板去当司机，因为你是自己带车来的，所以你的薪水、汽车租金、汽油、停车费零零碎碎的钱加在一起，你就可以喊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你给这些老板一个套餐，对吧？你不需要烦，你每个月就给我多少钱，我帮你把这些问题全部的解决。这你扣掉自己的薪水，你大概1年左右就可以回本了。这不是我吹出来的，我是真的有个朋友干这个，然后他剩下时间还拿车去做其他用途，赚点外快。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每年的收益可以达到100%啊。然后他就可以去请人，请司机嘛，再去加大投资，去多买几辆车，混个几年也成为一个小老板了。这个时候你就有本金了。当然里面有很多细节，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想法，你也不一定要做这个项目，因为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打死都不会去当司机的，而且他们的收入是有瓶颈的，是有限的。虽然我自己不会搞这个项目，但是大多数的人能干成这个就已经很不错了。而我自己更看好符合市场的发展趋势，又符合时代的红利，并且自己已经在做的，就是在 YouTube 这个平台去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因为这个世界人类的目光投放最多的地方，就是最赚钱的地方。无论是大企业还是一些小厂商，都需要在 YouTube 打广告，找人代言业配。这时候你就拥有叫价权利，因为你掐着他们的脖子，你拥有流量和曝光率，而且这个情况只会越来越盛行，因为传统打广告的地方都会被淘汰。如果你提早站住了这个市场的位置，你的影响力就会更大。最重要的是，你只需要一部电脑和手机，你就可以随时上传你的影片，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进场的门槛非常的低，但是你每赚到100万都是你的利润。而
而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白手起家，透过互联网去创业。我会在里面从零开始，去把所有我亲自实践过、验证过的数据和理论，总结为一个可以让你去复制的系统。我会直接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做，怎么做，包括怎么选题、怎么制作内容、怎么制作缩图等等，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是，当中结合了我很多做生意的道语术，就算你不懂互联网、不懂设计，也没有接触过创业，你都可以学懂。如果你有兴趣，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现在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的会期，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更新财富自由课程，包括销售啊、帝王书等等。我们团队还会为你解读100本书的精华。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有几千人互相抱团，互相的交流赚钱第一手资讯，互相的认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学习互联网创业，真的一定要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取消了。所以在我看来，在前20年甚至前30年里面，你的利率和时间都没有那么重要。也就是说，你投资的前20年，你的利率带来所谓的利润和时间所带来的复利，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认为都是小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的本金，你的基数要够大。你的本金不够多，你的基数就不够大。你得涨几百年啊！在你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搞什么理财，真的不重要。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自己才是最值钱的，当然房地产除外，因为让你自己变得更值钱呢，你未来才不会缺钱。这才是你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分得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什么是紧急的事情，这才是你应该要着力要做的事。但是在这里我补充一句，我不是讲复利不重要，复利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够保持利润，复利是越到后面越赚钱。有一个理论叫做核糖效应，说这荷叶长到30天的时候才长到了一半，31天的时候居然把整个河面都铺满了。这个就是指数级的增长，就是复利的效应。但也就意味着在20年以内，你的这3大要素当中，时间是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的，利率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你的本金啊。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